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的、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局势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中国去风险化意味着什么？经济学人，西方领导人正在转向风险管理战略，将中国作为就业途径。欧盟常任执行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将风险管理描述为孤立中国的遏制政策和对中国的依赖之间的中间地带。西方领导人希望利用去风险作为防御战略的工具，包括筛选和削减对中国的投资，以及考虑为重建国内产业提供补贴，以防止中国控制供应链。还侧重于使用国家安全工具来阻止中国制造武器和开发威胁国家安全的技术。此外，美国最近颁布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止从中国新疆进口商品。新疆存在强迫维吾尔族劳动问题。为什么世界应该欢迎来自中国汽车制造商的竞争？经济学人，中国在全球汽车行业的主导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并可能对全球汽车市场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电动汽车正日益成为该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经是电动汽车的最大市场。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许多领域都超过了西方竞争对手，特别是在资讯娱乐和软体方面。然而，尽管更便宜、更环保的汽车有好处，但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崛起加剧了对数据安全的担忧。一些人呼吁采取措施保护其国内汽车工业。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呼吁与中国建立更好的经济关系。南华早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表示，华盛顿希望与北京进行建设性的经济接触。耶伦证实，美国仍将利用贸易限制来捍卫国家安全和人权，但表示认为两个大国需要找到一种共同生活和分享全球繁荣的方式。至关重要的是，这位官员补充说，拜登政府无意扼杀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报告显示，今年美国官员与中国官员之间的会晤更加难以组织，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安娜莱娜·贝尔伯克的中国之行展示了他的才华和局限性。经济学人，据报道，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渴望成为德国总理，尽管他在自己的职位上面临一些挑战，包括来自社会民主党保守派的批评。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保持了自己对华鹰派的地位，呼吁中德关系中的对话和强硬。据报道，在他的竞争对手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 Olaf Scholz 的一系列失态之后，他的受欢迎程度得到了提升。贝尔伯克和肖尔茨在外交政策上存在分歧，后者传统上用儿童手套对待中国。然而，今天据说他与贝尔伯克的关系更加紧密。德国在华投资有所增长，去年总额为115亿欧元，126亿美元。为什么小熊维尼会让习近平不舒服？经济学人，习近平和小熊维尼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次不起眼的比较导致经典熊的虚构角色在中国被禁止。这张照片在2013年起飞，当时一位博主将金平和巴拉克·奥巴马的照片与维尼和他的朋友跳跳虎的卡通队进行了比较。以维护社会和协卫借口，中国政府机器此后打击了任何虚构的熊形象，以阻止关于中国领导人的不敬魔音。为什么苹果在印度下大赌注？经济学人，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Tim Cook 在印度开设了该公司的第一家商店，理由是随着印度财富的增长，科技市场巨大。我们不在这里待1个季度，或者2个季度，或者明年，我们在这里待了1000年。他在孟买商店开业时说，本月早些时候，苹果宣布将在印度生产 iPhone 14。摩根大通预测，到2025年，25%的 iPhone 将在中国以外地区生产，主要是在印度。据说，苹果生产近50%的 AirPod 耳机的越南也从中受益。该制造商还一直在与泰国就 MacBook 的生产进行谈判。虽然苹果将保留中国作为其700亿美元国内市场的制造中心，但随着美中技术竞争升级，该公司已争先恐后地降低将所有制造机淡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
默默无闻的所罗门群岛如何成为遏制中国斗争的零点？英国《每日电讯》：所罗门群岛正迅速成为控制太平洋竞争的零点，中国日益增长的足迹引起了美国和日本的恐慌。包括为太平洋运动会建造一座价值5000万美元的体育场在内的一系列交易表明，北京正在加强对岛链的控制。中国和霍尼亚拉于2022年签署的秘密安全条约表明，所罗门群岛可能被中国的精英利益强行占领，此局可能会给西方安全带来巨大损失。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现在正在讨好所罗门群岛总理，因为他们寻求建立联盟并遏制中国。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 James Cleverly 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警告说，中国的免费资金是有代价的，暗示了中国用来收买盟友的有据可查的债务陷阱外交。中国搁置货币宽松以考验经济复苏。日经亚洲：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维持贷款利率不变，表明它已暂停货币刺激，同时监测该国消费驱动的经济复苏。用作向蓝筹公司贷款参考的1年期贷款最优惠利率保持在 3.65%， 而作为抵押贷款利率指导的5年期利率保持在 4.3%。2个月来，这两个利率保持不变。瓦格纳集团试图从中国获得武器，但失败了。南华早报：据报道，泄露的美国情报文件显示，在乌克兰为俄罗斯作战的关键雇佣军组织瓦格纳集团于2023年初向中国索要武器装备。据说，中国拒绝了这一请求。截至2023年1月，中国没有发送任何武器，也没有与该组织就武器交付问题进行任何接触。瓦格纳集团目前是试图占领乌克兰城市巴赫穆特的主要亲俄力量。资金拮据的斯里兰卡考虑向中国出售10万只猴子。英国《每日电讯》：斯里兰卡政府正在考虑向中国动物园出口仅在斯里兰卡发现的猕猴的可能性，作为在2012年至少320亿英镑债务违约后增加资金的措施的一部分。出口猴子引起了活动人士的批评，认为灵长类动物将用于研究目的，而不是被送到中国的动物园。斯里兰卡的召集人认为，他们将符合国际动物权利标准。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观一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深入研究了他如何巩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控制，并探讨了他所实施的制度性变革。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重点关注了在中国拥有最大权力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为读者提供了对中国未来高层政治方向的清晰理解。该书可在亚马逊上以 Kindle 电子书和平装书的形式购买，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购买该书中文版的链接是 https://mzn.to/3glzl 呀。通过中国局势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 3w.6do.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